了。我当时见他的时候他也挺高冷的，但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其实不是世界对我温柔以待的时候，也是在我们俩相遇的那个公司，他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到现在都还记得，穿了个皮夹克，然后头发是散下来的，然后留着络腮胡，我当时有点不帅，真的，因为就是成熟男人的那种帅气，然后特别高冷，从我面前就铁都不撇我一眼，就这样走过去。但心想谁呀、这么丑，我记住你了。然后就偶然的就是世界对我温柔以待第一次合作的时候，就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面，但是我有在朋友圈刷到过他，就包括他那个追风神探的那个剧照，我当时觉得特别帅，群像那么多人，然后只有他一个人立着呢，就一眼就看见了。然后世界对我们温柔以待的时候，当时也是在化妆间，然后我在化妆，然后我的余光瞥见有个人走了进来，坐在了我的身后，然后我就在那化妆的时候，我的镜子反面看了一眼，我哎，怎么有点眼熟？然后我就转过头跟他打了个招呼，我说 ：“Hello， 我说我们之前见过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反应了半天才想起来，就是有点容易暴躁，但是不会对我暴躁。”二牛当着咩咩的面说一说你对我的第一印象。哦，我只说过我对你的第一印象，你没有说过对我的第一印象。什么搞事情？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。是吗？你回答的是啥？当面说。我说，我刚才说的原话。我说女孩她是不，首先我说的是女孩不是就被男生定义的嘛，这是第一。但是有漂亮的，有可爱，有飒的，有性感，对不对？显性感的是我现在加的，但刚才我没说，我说的是前3个比喻。但是看到咩咩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说，哎，这小玩意儿不是这美女，就是她怎么能又可爱又漂亮呢？就是她把这2个点融合的非常好，就是这是我刚才说的原话嘞。就别人通常情况下能有一点就不错。这是在某公司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还是说合作第一次？在某公司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漂亮。那时候我那个没注意，哎，不是，就是那时候拍追凶嘛，就是你也知道，就是我那个发型有点遮眼睛啊。哦，没看清。然后又很熬那部戏，就精神状态就不是很佳。哦，这没注意，是这么个底儿吧？那个是吧？红温了，是有点。没有灯光好的，灯光脸红了。那次没印象，大家都替你说出来了，那次没印象。是不是？咋了？你说？不是，你都说，他们都说了。这不怪我呀，我那时候这都没得印象。那发型你又没跟我说话，然后那发型又遮眼睛，你看看吧，追凶那个头发是挡眼睛吗？结巴了，还都加没了，老铁。我跟你说一个比较甜的事儿，那是我发生在我们一搭的时候，世界对我温柔以待。然后呢，那天就是其实我之前讲过，好像讲过吗？好像讲过，谢谢歪歪的跑车。哎，我跟你讲的仔细的，就是啥呢？我拍完了，他杀青了，我还剩2个镜头吧，然后就拍完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我就在那儿准备收拾东西了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他呢已经在旁边都已经睡着了。他小嘛，就找了一个大椅子，大的那种椅子，那种欧式的那种，就是翘着2条腿坐的那种。然后他小，他就左右往那一躺，脖子刚好就靠在那个扶手上。行，就这样窝在那睡觉。然后他把他那个大羽绒服裹上了以后，就跟盖了个棉被一样，就在那睡着了。然后我那时候也拍完了以后刚拍完，我正在收拾东西呢，我就发现他们拍其他人的时候想要去，就他那个地方穿帮了就要把他给挪走。然后当时我看着就不对劲，我正在收拾东西呢，我在那手上一直在那收着，我就抬头在那看，我就发现他穿帮了，然后有的人就想过去把他给叫醒还是怎么着，完了就想要把他那个给把那个凳子抬起来，但是你知道那个大椅子，那种大欧式的椅子很沉实木的。然后我当时我就往这走，我说别等我一下，然后我就把东西已经放下了，我就往那边走。这事他不知道啊，因为一会儿他为啥不知道，我一会儿跟你们说。
然后呢，在我到那儿的一刹那，我手都已经端到这个椅子的下边了，还没等我抬呢，但是其他人已经开始发力了，但是他们劲儿又不够，就导致什么呢？导致这个凳子就横拖了一下，然后就发出了特别刺耳的一个的那么一个声音。这小孩那是要的。然后第一次拍短剧，那是世界6个温柔以待是他第一次出去拍短剧。原来他们的那个拍摄都是固定的公司，对，人生地不熟，小女孩跑到北方，从上海跑到河南，然后在那拍完了，把自己裹得紧紧的，在那睡觉呢，那个呲那么一声。这孩子直接炸了，我刚好就在他面前，我手刚伸到凳子底下，还没使劲呢，凳子就被挪动了，滋！啊，那一下，我给你们演啊，那小孩是被吓得已经就是选择性失忆了，当时直接眼睛一睁，然后可能也是累的，睡得也很香，就是沉睡，眼珠子都是红的，然后瞪得特别大，然后张着他的小嘴儿。你们干嘛呀？当时我就在他面前，因为就是他就在我面前，我这么一伸手的时候，他就在我面前，然后他一坐起来啊，你干嘛呀？我连他后槽牙都能看到，那个扁桃体我都能看到。非常真实，然后我当时就吓了，然后我当时就在那儿，我就在他面前，我一听那个声音我就知道不对劲了，滋一声我就回头一瞪，然后马上绵绵就开始叫了，那个干嘛这样叫，然后我直接就把他脑袋给抱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说没事，你听我说，你看我是不是大叔？你看我，然后就那个时候完全停不下来，那样要都不算是哭，其实是那个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的那种，就只是在喊。然后我就一下把他抱我怀里了，我说没事，是我啊，没有事，刚才做噩梦了。然后我就把他给拿出来，因为他还在叫，还在哭，根本不停，很大声的那种。然后我把他掏出来，我就把他不是掏出来，我把他从我怀里掏出来。你看我是不是大叔？然后他说。对，是我啊，没事啊，我就把他头整个脸，我当时就把他这个脸整个就这样埋到里边去了。我说没事啊，是我，你刚才做噩梦了，没关系啦。然后整个剧组，因为他叫的太大声，导致整个剧组的人全在看着他叫。他觉得很丢人，就后槽牙、扁桃体都那种。那种事后回想起来觉得很丢人。他跟我说，我都是从他口里听。但是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全都是我告诉他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一点印象没有，就是有点像是那个选择性失忆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当时我就把他整个，他不刚好把羽绒服把自己包起来了嘛，我就把这个抱起来了。抱起来以后，然后那个人就把凳子就该拍点拍啊，那得继续啊，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最后面两个镜头不拍了呀。我把他抱起来了，然后凳子也挪走了，然后我就在那看，我把这玩意儿抱哪儿去啊？我又不想给他放地上，附近每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然后我在那看了好半天，我最后都已经开始抱不动了，然后我就蹲下来了。我说没事了，你看，我就一边说一边跟他说话，一边找地方，一边看，我就看哪有坐的地方。然后没事了，就是我，你刚才做梦了，没事的哦。然后加上后面，然后我就发现，我想找个地方坐，只能走到50米开外的地方，那个酒店大堂的另外一边才有坐的地方。然后我就抱着他往那边走。实话实说，我的力量算大的，但是我本身原地抱了他很久了。然后再站起来把他抱到50米开外的地方，然后我又不想，你能明白吗？男人又不想这种，我又不想这样，我很努力的，就是让他感觉不到我在很努力的走到那边。实话实说，过后我手酸了好几天。是吧？啊，
我有记忆的时候就已经是我坐下了，对，我应该是坐到那边，已经是坐下了，然后我那会儿才清醒，知道我那会儿干啥了。就问我，你说刚刚怎么了？那个小脸儿，你知道吧？我给你演示一下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我必须给你们演一下了，这他妈演员的瘾都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也是有帽子的，就把自己就是完全躲到我怀里，然后就被抱着嘛，被抱着，然后就一个小脸就冒出来。刚才怎么了？我真的完全不我跟他说没事儿，刚才我跟他说没事儿，你刚才做噩梦了，穿帮了，然后就把你抱过来了。我看你那会儿睡得蒙着呢。对，然后他也没跟我多说，是啥时候？后来事后才跟我说。啊，回头再跟你说的。回头跟我说我那天到底咋了的时候，我听着我都一脸，我就觉得很神奇，真的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吗？但是真的那个。我经常有的时候，他还说，有的时候就是他偶尔就是嚣张的时候，就比如说那种，我怕什么？就那个小死出的时候，我说也不知道谁被人家不怕，被人吓得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我就没事拿出来打击他一下，嘲笑他一下。原来不让提，你知道吧？原来不让提，我但凡敢说的话，他就那样看着我，威胁我，拿眼神威胁我，震慑我。我又想说一遍，他一搭的时候拍完了，拍完跟我说，整天状态太差了，肿的呀。我寻思，怕就怕，肿什么肿了？哎，对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那过两天是不是就好一点了？怎么办？然后过两天，真的过了2天，给我发了张照片，然后照片在那就是转圈圈，我消肿了。还没有多较重，啪看，换了个人，小了一圈儿。就是如果说按胖瘦的话，就起码就是那种瘦10斤那种感觉。这就是他消肿了。